家好，大家对这个菜船是不是有点眼熟？这个就是我在上个视频里用来种植上海青的那个菜船。因为朋友们问上个视频中站立式的菜船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个视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园里2个种类的站立式菜船的制作过程和使用过程，以及我的劳动成果。因为菜船已经使用好几年了，所以视频里的一些细节只能用几年前的老相片代替，请大家见谅。这个其实是一个铁皮菜船，是别人不要的铁皮槽，下面也是2手的旧餐桌，我就直接把铁皮槽换在这个旧餐桌上面。因为我的菜船都放在大的大盆里，所以菜船的美观性我就不怎么讲究了。因为怕夏天太热，我就用锡纸护着铁皮槽四周，天气再热，铁皮也不会发烫的。这个锡纸在这里待了好几年了。在菜船2个框侧面的中间位置都固定一根木条，长度可以稍微长一点，作用是用来架住中间的木条。在菜船长侧面的头部和尾部以及中间位置都固定上一个拱形的废旧水管，这样就可以往菜船上放防虫网或雨天时披上塑料布。有种菜时，菜船里一定要挂上捕虫贴，因为很多小飞虫是从土里滋生出来的。这个铁皮菜船就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工程稍微大一点的木质站立式菜船。因为当时我们手上有很多这种螺丝钉，这种比普通的螺丝钉会牢固很多，不过大家可以用长的大号的螺丝钉代替。然后就是这个直角工具，它能确保整个菜船垂直牢固。首先把菜船长侧板与菜船的角两层直角固定住，侧板的数量决定了菜船的深浅。大家最好找块水平的地面操作，地面水平操作起来尺寸不容易出错。我们当时比较偷懒，直接在院子里的地面上操作，然后倒立起来，再固定上2个宽边侧板。所有的侧板都完成后，就要开始上支撑承重木条了。因为菜船上了原土后，重量是非常重的，承重木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承重木条分别在菜船的前端、后端和中间，作用是支撑一会儿放上去的底板。接着把菜船正立，放上准备好的底板，靠最外2侧的2块底板要除去菜船4角凹出的部分。当时完成的一个菜船想用涂建筑用的沥青油，以达到防漏水的目的，不过失败了，因为所用的木板不是非常的平整，很难涂到不漏水，最后还是用上土办法，直接上塑料布了。把菜船放到想放的位置时，我们还要做2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把菜船的水平位置改变一下，可以通过改变菜船脚的高度来调整，比如说增加菜船脚下垫的砖块数量，让菜船的一头高于另一头。第二件事就是在菜船低的一头边缘中间打出一个出水孔。为什么呢？就是怕雨天下雨时没来得及给菜船盖上塑料布，多余的水可以从打的孔里分流出来。
我平时会在出水口的下方放一个蓄水桶之类的容器，雨过后可以再利用过渗出来的水分。这是钻孔院的工具。钻完孔，你可以用防水胶把出水管与塑料布与木板之间的连接点都用防水胶浇上。原意是让多余的水直从出水管出水，不让水渗到塑料底部的木板上。完成后就可以放水进行测试，可以检测塑料布是否有漏水点。如果有发现漏水，可以及时的用防水胶补上。测试完成后就可以上原土了。我一般不会放满整个菜床的原土，我会在出水口的位置那里留出一点空间，就不换土的。目的是为了后期多余的水分可以更好的渗透出来。拆床的工作就差不多了，最后来聊一聊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阻止蜗牛和蚂蚁上菜床。之前我用了很多的方法，蜗牛是很容易阻止的，蚂蚁就没有那么好对付了。蚂蚁上菜床最讨厌的一点就是帮助蚜虫祸害青菜，使蚜虫繁衍得更快。它能爬过我涂的防饲林，要是胶带是新的话，它过不去。不过过几天胶带要是沾了灰尘，或者碰水了，它就可以过得去了。实在没办法，最后我就在菜床的那个角上做文章。我到二手店买了很多便宜的锅盆回来，然后放进砖头，把菜床的脚放在砖头上。所用的砖头最好是高于锅盆的高度，因为这样可以防止菜床的那个脚泡在水里。要是选择我这个办法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菜床还没上原土的时候操作。上了原土，整个菜床就非常重，那时候就很难操作了。再来说说这些菜床平时使用的情况。这个是铁皮菜床种的空心菜，是早些时候的菜床，当时下雨拉的塑料布，是2个菜床共用1块塑料布。有一个好处就是，外面下大雨，但是你照样可以站在塑料布底下操作2个菜床。这张图片的左上角，菜床出水口处放的蓄水桶的雨水是满满的，是因为下大雨时没有及时给菜床上塑料布，菜床里积了好多雨水，发现时才打开出水阀门，分流出好几桶的营养水。这些是早期刚学种菜的时候菜床里的样子。因为没什么经验，总想把想种的菜都种上，种得又多又密。这是有一年回国1个月，回来的时候种草莓菜床里的草莓苗都荒了好几方。这个比较好玩，当时去蘑菇场里买了很多蘑菇土回来种菜。过几天，菜床里长出了1个菜床的蘑菇。大体上就这么多了，有疑问的朋友可以留言或短信给我，我一定分享和解答。大家一定想看看我这种菜床种出来的菜是什么样的品质的，请大家看看我的这些成果。最突出的是干净，然后就是几乎没有虫眼。
当然不能跟地栽的菜一样壮。也许多下点功夫也能接近地栽的菜，但是人还是不要太贪，知足常乐，有得有失，选择自己适合和想要的方式最重要，开心就好。总之，我是很享受站着种菜的，这样可以保持体力，更好的照顾孩子和家人。毕竟照顾家人是最重要的。我是个园痴，这样既满足了我的园艺爱好，产出的成果又服务了餐桌，然后又不影响我照顾家人，感觉是一举好多得。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我之后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园艺小点子。感谢大家的观看。